中国平均住房断供率 3.7%， 比2022年翻了1倍。这不是自媒体的谣言，而是中国银行亲手写进了自己的研报。是的，在那份中国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25年第4季度里，冷冰冰的数字摆在那里，全国平均住房断供率 3.7%， 部分3、4线城市超过 5%。而要知道，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，全国房屋断供率的峰值也不过 1.8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楼市的断供危机已经是当年美国金融崩盘的2倍规模。可怕吗？可怕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数字后来被删了。那天晚上，中国银行研究院悄无声息地更新了报告。原本在第14页的那一行惊心动魄的数据消失了，文件名从0925变成了1104，页数从65页变成了61页，没有公告，没有说明，只留下了一片诡异的沉默。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，这是被处理过的报告，因为这个数字太危险了。想想看，住房贷款一直被视为银行资产里最安全的部分。房子是抵押物，有房在，贷款就不会坏账。银行的逻辑一向如此。可如今连房贷都撑不住了。如果最优质的贷款断供率达到 3.7%， 那其他企业贷、消费贷、小微贷的不良率又该是怎样的灾难？金融系统表面还在维稳，可底层的地基已经开始塌陷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全国大约有 1.05 亿户家庭背着房贷，断供率 3.7%， 意味着至少400万户家庭已经撑不下去，每100户里就有4户放弃了还贷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，而是400万个家破人亡的故事。有人失业，收入骤降；有人还在工作，但工资砍半；有人咬牙坚持，可一边还房贷，一边还得养孩子、赡养老人，最后被生活掐住喉咙。房价不涨了，房贷还得还。过去还能靠以房养贷，现在连卖房都成了奢望，因为很多房子卖不掉、卖不动，卖了还倒贴。房价已经跌到抵押线以下，银行甚至要求补保证金。于是越来越多人直接选择断供、弃房、认输。银行也慌了。过去他们自信地说，断供率很低，中国人爱房如命，不会轻易违约。可现在房贷不良已经从 1% 爬到 3% 以上，坏账的雪球越滚越大。如果按38万亿元的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计算，哪怕只有 4% 的断供，也意味着 1.5 万亿元的坏账。1.5万亿，那是中小银行一年的利润总和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这是系统性风险的前兆。于是政策开始紧急救火，央行提出所谓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，说白了就是对2020到2022年间那些违约金额不大，后来又补上的贷款人，允许他们的逾期记录不计入征信。看似人性化，实则是为了救银行自己。因为断供的人太多，银行根本吃不消。但这就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那些真的没钱的人，那些彻底躺平的业主，不会因为一条征信赦免令就突然有了收入。很多人以为房贷断供只是房地产的问题，其实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溃败，就业不稳，收入下降，信心崩塌，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。断供不只是房子的问题，而是人心彻底冷却的结果。更悲哀的是，这一切都在被删除的沉默里进行着。报告删了，数据没了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现实不会被删改。夜深人静时，那些断供者的电话还在被催收打爆，那些房子正被法拍、被贱卖、被弃置。
曾经他们以为买房是通向中产的门票，如今才发现那张票其实是一张通往债务地狱的船票。断供只是序曲，真正的灾难是在那之后。房价跌，贷款坏，消费冷，整个社会的血液开始凝固。曾经买房被视为通往安全感的门票，可如今它成了压垮中产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金融机构统计，中国中产家庭的资产中超过70%集中在房地产，房价跌 10%， 等于一个家庭的净资产蒸发 7%。而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新房均价同比下跌 6.3%， 到了2025年，3、4线城市的跌幅甚至超过 20%。这意味着很多家庭还着贷款，但房子的市值已经低于欠款。这不是投资亏了点钱，这是一夜之间破产。更讽刺的是，很多人连破产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在中国，个人破产制度几乎形同虚设。你断供了，房子拍卖了，还清不了贷款，债务依然在，银行依旧可以追着你的担保人，连亲戚的电话都不会放过。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逃避，有人注销手机号，换城市，换身份，甚至连孩子上学都避着旧同事。在这个庞大的信贷帝国中，他们成了隐形人，不再被系统信任，也不再被社会接纳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还没断供，还在咬牙坚持的人。他们不敢花钱，不敢出门，不敢生病。每个月工资到账，第一件事就是还贷，剩下的钱只够吃饭、坐地铁。一场感冒都能击穿整个家庭的现金流。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至少有几千万户。经济学里有一个词叫负债通缩陷阱。当一个国家的家庭债务太高时，人们会拼命存钱还贷，而不是消费。结果企业卖不出产品，裁员潮再起，收入进一步减少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死循环。日本在90年代的失落30年，就是从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的。而中国现在正沿着那条轨迹一路狂奔。过去10年，中国的房贷余额从14万亿涨到38万亿，居民杠杆率从 40% 飙升至近 70%。这意味着大多数城市家庭都背着债务生活。当断供潮出现，银行不良率激增，政府要救金融、救地方债、救房企，但没有谁能救普通人。这就是中国式金融的残酷逻辑。风险永远不会消失，只会一层层下沉，从房企到银行，从银行到购房者，最后沉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。有人说，这一切都是周期，是经济的自然调整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周期竟会如此漫长，如此疼痛？因为这一次，连希望都被套牢了。房贷断供率的上升，不只是银行的风险信号，它是整个社会信心崩塌的标志。每一个断供的人都在告诉世界，我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。这句话比任何经济指标都更可怕。你或许以为只要熬过去，房价终会回升，但现实是，中国的楼市结构已经彻底改变。人口负增长，青年失业，婚育断崖，城镇化见顶，需求端崩塌，而供应端还在疯狂加码。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 7.4 亿平方米，比2022年多出整整2个上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使所有开发商停工2年，也还有房子卖不完。当市场供过于求，房价的复苏只能是幻觉，而被困在高杠杆里的家庭只能越陷越深。于是你看到城市的灯越来越暗，餐馆关门，商场冷清，写字楼空置。
那些曾经满怀希望的中产，如今每天睁眼，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我还能撑几个月。他们曾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群人，如今成了信心最脆弱的群体。这场断供潮不只是房地产的崩塌，它是一个时代的崩塌。它揭穿了一个谎言，那个关于只要买房就能保值的全民信仰。这个谎言一旦破碎，整个社会的财富神话、阶层梦想、消费动力都将随之坍塌。结局是什么？不是暴雷，不是崩盘，而是漫长的失血、无声的萎缩。没人再谈房产，没人再说投资，只剩下一座座城市，在空荡荡的楼宇间，回响着那些断供家庭的叹息。他们曾相信有房就有未来，如今只剩一句冷酷的现实：在债务面前，所有的梦都是泡沫。